叶晨闻言，顾不得头痛欲裂，抬头向极光出现的方向望去。只见那原本如波浪般垂直在天地之间的极光，忽然仿佛被什么力量左右，竟开始如漩涡一般，逐渐向着同一个方向扭曲。原本成片的极光，仿佛被打碎成了分子一般，无数点状的光开始在空中缓缓旋转。叶晨看得惊奇，一旁的林婉儿脱口道：“这极光怎么忽然好似无数萤火虫变的？”叶晨及时赞同地说道：“林小姐形容得很贴切，这原本大片大片的极光，现在看真如同是无数萤火虫变成的。现在那些萤火虫开始打散了，绕着一个中心旋转，实在看不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。”林婉儿神情凝重地说道：“似萤火虫，却又不是萤火虫。这极光如同海浪，海浪虽由无数水滴组成，但水滴绝无可能违背海浪的物理规律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”正说着，林婉儿忽然指着那空中旋转的绿色漩涡，脱口道：“公子快看，极光似乎要变换形态。再看那漩涡，已经不再是垂直于天地间旋转，漩涡仿佛有了生命，它开始不断向着水平面倾斜，直至完全与海平面平行。”叶晨与林婉儿在下方看着那漩涡不断旋转，更是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叶晨忍不住拉了林婉儿一把，两人在山丘之上，朝着那旋转的漩涡一路狂奔。林婉儿虽气喘吁吁，但分毫不敢耽搁，全力跟着叶晨的节奏。片刻之后，两人来到那漩涡之下，抬头便见那绿色光点构成的漩涡就在头顶无声旋转。叶晨从未见过这般壮阔景象，不禁开口道：“这看起来就像银河一般。”是一旁的林婉儿与叶晨牵着手，抬头惊叹道：“数不清的光点在空中无声旋转，这感觉真如奴家在青藏高原看银河时的波澜壮阔。”说罢，他问叶晨：“公子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奴家觉得，这定然不会是自然现象，一定是有什么力量在影响极光。”叶晨脱口道：“我适才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脑子里冲了出去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”说着，他赶紧去掏林婉儿给自己的那枚戒指，发现戒指也还在，并没有消失，而且这时的戒指没有半点动静，感觉这极光不太像是与他有关。林婉儿见叶晨掏出戒指，赶紧问他：“公子有没有感觉戒指出现什么变化，或者有什么波动？”“没有。”叶晨道，他此刻死气沉沉，没有半点动静，不像与他有关。林婉儿忙问：“那公子身上可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宝？”“法宝？”叶晨讪笑道：“我倒是有一枚金雷令，是用了普查之母当年的雷击木炼制而成，不过好像它也没什么动静。”林婉儿又问：“除了它之外，就没别的了吗？”“没了。”叶晨道：“真正意义上的法器十分珍贵，我到现在得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器，不过只有2件而已。一件是你送我的戒指，另一件是太真道掌门输给我的药鼎。”林婉儿问：“公子可有将药鼎带在身上？”叶晨苦笑道：“那东西跟我脑袋差不多大，也不方便随身携带啊，况且也怕被歹人瞧见动了坏心思，所以我就把它留在金陵了。”林婉儿点点头道：“不是戒指，也不是药鼎，那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极光？”叶晨问他：“会不会是什么磁场作用？”林婉儿摇头道：“不太可能，极光的形成原理就不可能使其具备这样的形态。”正说着，林婉儿又再次惊呼：“公子快看，极光又变了！”叶晨定睛看去，只见那原本如银河般的漩涡状光斑，忽然开始如蛋糕一般被一分为4，每一个区域内的光点都开始朝向区域的中央聚拢，随着聚拢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密度越来越高，空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如同2个字母 Z 交叉的形态。林婉儿表情骇然无比，喃喃道：“公子，极光怎的会变成万字符？”叶晨正说这图像哪里眼熟，原来是多个宗教都会用到的万字符。万，此刻那万字符的形状已经彻底形成，随后在2人头顶的上空缓慢旋转。林婉儿看得呆了，她从小笃信佛教，如今见到极光忽然呈现如此奇观，
虔诚之心驱使他立刻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心中默念道：小女子林氏婉儿，南明隆武2年生于滇南，一生信佛，一心向善，望佛祖保佑公子大仇得报，大业有成。就在林婉儿心中为叶晨祈求佛祖保佑的时候，一旁的叶晨抬头看着天空上缓缓旋转的万字符，忽然道：这图案从下面看是宗教的万字符，倒是寓意不错，可是要从天上看，不就成德国纳粹的 logo 了吗？俩标志刚好是完全镜像的，而且这玩意儿一直在转，也就分不出是斜着还是正着。要是谁坐飞机从天上看到，还以为天要让纳粹复活呢。林婉儿心里刚为叶晨祈完福，正要站起来，忽然听到这话，整个人没站稳，险些栽倒。叶晨赶紧伸手拖住他，便听他悠悠道：公子今后千万莫要开佛祖的玩笑。叶晨一脸委屈道：我可没有开佛祖的玩笑，只是这万字符正着看和反着看确实是两个意思。林婉儿无奈道：这里已经接近北极圈了，不太可能有飞机飞过，所以这景象自然是给地上的人看的，换句话说，应当是给我们看的。叶晨问他：你的意思是这景象是有人有意要让我们看到？林婉儿道：是否有意，奴家不知，但奴家相信这一切一定与公子有关。叶晨虽然也觉得这意象应该与自己有些许联系，可一时间却梳理不出任何头绪。就在他疑惑不已的时候，空中那旋转的万字符越转越快，许多零星的光点甚至被高速旋转甩了出去，整个万字符就像一枚旋转的烟花，不断向外抛洒着明亮夺目的光影，直至燃尽自己。紧接着，那些被抛洒至天空中的光点分别以不同的频率交替闪烁，一时间仿佛夏日山顶看到的数不尽的繁星闪耀，如梦如幻。而随着这些光点闪烁频率的不同，叶晨忽然发现，伴随着某一次闪烁，空中那些在同一时间被点亮的光点刚好可以组成一个图像。那图像好似一只大手，在空中比划着匪夷所思的手势，之后继续闪烁的光点让先前的手势消失不见，几秒钟后又一个新的手势呈现出来。叶晨问林婉儿：林小姐看出那些手势了吗？林婉儿摇了摇头，疑惑地问他：公子说的是什么手势？叶晨指着空中变换出的第3个手势，开口道：就是这个。你看那些同一时间闪亮的星星，像不像一种手势？我说的可能有些抽象，但你用看待星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这些星星，就能看出它确实是组成了一个图案。